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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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咪咪形态的西莲。不是，你会说人话呀？人家当然会说人话啦。你不早说。吉米先生的咪咪语太可爱了嘛，一时忘了提醒了。嘿嘿，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可爱的粉色小妖精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不当谜语人了。事不宜迟，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西莲是记忆命途的冰属性角色，从天真无邪的迷迷到青春活泼的西莲，她陪伴着大家走过了漫长的旅途。那位始终温柔而坚定，偶尔异想天开，如飞花般绚丽的浪漫少女，就是人家啦。释放普攻，西莲会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冰属性伤害。粉色美少女都是弓箭高手哦。3月师傅在翁法罗斯开弓箭兴趣班啦。释放战技，西莲会展开持续一定回合的结界，结界持续期间，我方全体每造成一次伤害，都会额外造成一次真实伤害。释放秘技后，西莲会在自身周围制造一片特殊领域，处于特殊领域内的我方角色移动速度提高，而处于特殊领域内的敌人会陷入此刻永驻状态，无法移动且不会发现我方。与领域内的敌人进入战斗后，西莲会展开战技的结界。就看人家把这里一键变成漂亮的殿堂吧。西莲在场时，我方全体造成的伤害获得提升。战斗开始或西莲行动后，我方全体可获得一层未来。我方目标行动后，会将未来转化为追忆。此外，西莲通过释放普攻和战技，也可获得追忆。当追忆达到24点时，西莲可释放终结技，将满满的追忆珍藏于心，然后一起写下不同以往的诗篇吧。西莲首次释放终结技，将激活全体队友的终结技，并解除我方全体的控制类负面状态。同时，西莲变身成自己的异灵。好家伙，我召唤我自己！人家终于能像咪咪一样飞起来啦！变身后的西莲可使用更加强大的强化普攻，在获得追忆的同时，可对指定敌方目标和敌方全体造成冰属性伤害，并且变身时会立即展开战技的结界，且结界效果永久生效。还有啊，人家搭的殿堂变得更漂亮了，快夸夸我！当追忆达到12点时，异灵西莲可立即释放异灵技。异灵西莲的异灵技有2种，分别为可对我方释放的此时限于一切生命和对敌方释放的花与剑的舞曲。释放花与剑的舞曲，异灵西莲会对敌方全体造成冰属性伤害。星星划过，要记得许愿啊！释放此时限于一切生命，异灵西莲可提升我方指定目标造成的伤害。不愧是我。而当异灵技此时限于一切生命的目标为黄金翼角色时，该技能的效果将替换为特殊的祝福效果。这部分就由我的同事卡美丽来介绍吧。终于轮到我登场了。出现了，是美丽的卡美丽小姐。又见面了，迷人的咪咪小姐。就让我来代替吉米先生介绍这一部分吧。全能的西莲小姐可以为每一位黄金翼提供不同的帮助，也就是可以为13位黄金翼伙伴以及自己提供一共14种专属的增益效果。在对阿格莱亚释放异灵技后，阿格莱亚的战斗循环将更为流畅，并且可获得更强的输出能力。愿浪漫永不离席。在对提宝释放异灵技后，本场战斗中提宝可对敌方造成更高的伤害。愿门界再无别离。在对万敌释放异灵技后，万敌可立即行动。若万敌处于血仇状态，则可释放一击爆伤加强版的弑神灯神。愿纷争加冕成王。在对蛱蝶释放异灵技后，本场战斗中蛱蝶星蕊上限翻倍，死龙可造成更高的伤害。愿生死萌发新蕊。
在对纳克夏释放异灵剂后，纳克夏的输出频率及输出强度都将进一步提高。愿理性启蒙真理。在风景所在的队伍中，西莲释放异灵剂后，小伊卡都可造成更高的伤害。若是对风景释放异灵剂，还可为风景恢复能量。愿天空治愈成昏。在对塞菲尔释放异灵剂后，本场战斗中，塞菲尔可降低敌方全体，尤其是老主顾的防御力，并且自身造成的伤害获得提升。愿轨迹皆为游戏。在对白垩释放异灵剂后，白垩将立即获得火种，并且变身后将不会结束变身。此外，进入变身状态后，其作战能力将基于溢出的火种数量进一步提升。愿复世照拂黎明。在对海瑟因释放异灵剂后，海瑟因可更快地启动终结技，并且本场战斗中可更高频地结算敌人身上的持续伤害。愿海洋奏响欢宴。在对克律德拉释放异灵剂后，本场战斗中获得军功的角色发动奇袭后，可更快地发动下一次奇袭。愿律法变入群星。在对长夜月释放异灵剂后，本场战斗中长夜月的输出强度及辅助能力获得提升，输出循环也将更为流畅。愿岁月守望长夜。在单横藤荒所在的队伍中，西莲释放异灵剂后都可提升铜袍和龙鳞的输出能力。若是对单横藤荒释放异灵剂，还能进一步提升单横藤荒的保人能力。愿大地捍卫前路。在对开拓者记忆释放异灵剂后，本场战斗中开拓者和迷迷可获得更强的输出能力，并且在开拓者释放强化普攻后，异灵西莲会立即释放花语剑的舞曲。愿开拓共赴爱的约定。西莲召唤异灵以及使用异灵剂后会获得故事，当故事数量满足条件时，异灵西莲会立即行动并释放花语剑的舞曲。而越多队友为西莲提供过追忆，花语剑的舞曲造成的伤害也就越高。愿世界如你我所愿，让这个以爱为始的故事，最后也以爱为终点。一定会的。总结一下，西莲小姐能为队友提供多样的、强力的辅助效果，在不同的队伍中都能发挥出强大的作用。只要西莲小姐在场，便能提升我方全体造成的伤害，其战绩还能使我方全体的攻击附带上真实伤害。在通过自身及队友的行动叠满追忆后，西莲小姐可释放终结技，她将激活我方全体的终结技，并变身成为异灵。异灵形态下，西莲小姐可释放2种不同的异灵技，对敌方造成伤害，或是提升队友造成的伤害。如若获得异灵技增益的队友为黄金翼，或是队伍中有黄金翼，西莲小姐会为其提供专属的增益效果，提升每位黄金翼伙伴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总结一下总结，千万不要惹粉色头发的美少女啊！没错，但是黑色系狂信徒们似乎并不认可，并请求一战。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现在我方全员释放秘技，在做足万全准备后进入了战斗。得益于西莲秘技的效果，西莲近战后便展开了战技的结界，这让我方的攻击都附带上了真实伤害。我方趁热打铁，持续输出。由于西莲天赋的效果，只要西莲在场，我方就能造成更高的伤害。且由于西莲行技的效果，其速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我方造成的伤害还能再进一步提高。在我方摧枯拉朽的攻势之下，敌人溃不成军。然而，敌人仍在负隅顽抗，准备在我方技能真空期发起进攻。但西莲小姐不会给对方这个机会。先前西莲小姐及队友的行动，让其获得了追忆。此时西莲小姐追忆叠满，她释放终结技召唤异灵，并立即激活了队友的终结技。随后，她为蛱蝶小姐和长夜月小姐释放了异灵技，提升了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触发了自身特殊祝福的效果。她立即获得了一个额外回合，并释放了花语剑的舞曲，重创了敌人。第二波敌人抵达战场，尽管这一回敌人更加棘手，但我方完全不怂，因为在西莲的祝福下，我方现在战力高涨。得益于西莲异灵技提供的效果，长夜月的输出和辅助能力均获得了提升，风景也获得了限于天空之狮，这让小伊卡可以造成更高的伤害。
更何况西莲的结界此时已永久激活，在真伤加持下，敌人已是风中残烛。最后，霞蝶消耗200%的心蕊，召唤出了死龙。在西莲的祝福之下，死龙拥有了超功率的输出能力。在完全解放的灭世爆炸中，敌人化为灰烬。下班收工，逃走不送。完结撒花。话说回来，您既然已经拥有了人类形态，为何还是以咪咪的样貌来参加节目呢？这当然是因为以这副模样出现，可以听到吉米先生的咪咪语呀。我错过了什么？吉米先生，能再表演下吗？录音已开启。想都别想。小气。好啦，其实是因为2位在翁法罗斯的旅行以咪咪开场，最后就让咪咪来送别吧。您说送别？就像每个故事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刻，2位在翁法罗斯的旅途也将告一段落了。那我们还会再见吗？会的，只要我们的故事仍被传颂，我们就总能在记忆中重逢。呀，进度条快走完了，就让我们来最后一个前后呼应吧。最后一个前后呼应。再见了，能说会道的雪橇先生和勤奋头铁的致谢小姐。飘啊飘！旅途辛苦了，感谢2位做出的贡献。结论，下班愉快。接下来该联军做准备了。你俩表现不错，下次还找你们。下次麻烦让我软着陆。